实力派演员胡歌深夜预谋。在前几天夜里，他发了个微博，照片中的他一脸憔悴，胡子拉碴，配文中更是出现了短暂的一声我尽量等敏感词汇。胡歌此举真的是精神失常了吗？他还首次清晰地展示了自己脸上的车祸伤疤，让众多网友都很担忧。在文中，胡歌写道：我尽量保持冷静，我对不起好多人，我希望对得起这短暂的一生。虽然这段文字不长，但其中连续出现的3个我尽量透露出他情绪的不稳定，他似乎处于激动和低落交织的状态。从晒出的照片中可以看到，胡歌在自己的家中准备脱掉上衣睡觉，他头发凌乱，胡须遍布脸部，整体显得颇为颓废，与他在影视剧中英俊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。可最引人注意的是，他特意睁大了受伤的右眼，尽管已经过去了17年，但脸上崎岖不平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。这一动态一经发布，网友们纷纷评论，有人嘲讽曾经的古装男神怎么变得像鲁滨逊了，还有人猜测他是否是喝醉了酒。但是最多的还是对胡歌精神状态的担忧，他们想知道胡歌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为何情绪如此低谷呢？甚至有一些人开始质疑他是否患上了抑郁症，网友们纷纷留言安慰并鼓励他，建议他暂时放下工作，好好休息，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40岁的胡歌在今年初时宣布结婚，他也迎来了女儿的降生，因此人们很难理解他目前的状态为何不像一个刚刚成为丈夫和父亲，充满喜悦和幸福，而是充满疲惫。对于他这次在深夜发出的情感贴文，有人开始怀疑他的婚姻生活是否出现了问题，还有一些粉丝推测胡歌这次深夜发文可能与他多年前的车祸有关。那一天正是在17年前的8月29日，胡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而这一天也恰好是他女助理张冕的忌日。在这一天，胡歌从横店片场赶往上海的途中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他全身多处受伤。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抢救过程中，他的右眼和脖子缝合了100多针，还接受了右眼植皮手术，如今伤疤仍然明显。庆幸的是，胡歌幸存下来，并在近1年的休养后成功复出。可是，他的同行女助理张冕却因抢救无效不幸去世。这一次车祸成为了他永远难以磨灭的记忆，也是他心中的一块沉重石头。那一刻，差一点成为悲剧的是他自己，而最终失去生命的是他的女助理张冕。这个意外的交换，成为了他心头一块深深的痛。多年来，他时常反思这次意外，自责和内疚成了他不断担负的情感包袱。如果当时不是张冕和他换了位置，他可能会面临严重的伤势，甚至丧命的危险。这种转折令他永远难以忘怀。但是胡歌并没有让自己被过去的伤痛束缚住，他积极地投身于公益事业，将自己的名声和影响力用来呼吁人们关注交通安全和生命的重要性。他亲自参与公益活动，为学校和社区进行安全知识的宣讲，希望通过他的行动能够唤起大家对生命的珍惜之情。这也是他对张冕的一种弥补和怀念，他将自己的行动化作一份心意，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守护更多的生命。张冕的离世让胡歌深感悲痛，他的眼泪也几乎没有停止过，甚至导致了他的右眼感染，至今也无法完全恢复表情。在一个节目中谈及张冕，胡歌表示，如果他还在世，他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位幸福的妻子和母亲。他坦言自己或许永远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，每当提到张冕，他的眼神都透露出深深的悲伤。胡歌深感对张冕的亏欠，因此多年来一直避免与他的家人接触，但是他却默默地照顾着张冕的父母。也许是被胡歌的行为所打动，张冕的父母并没有埋怨他，相反的，他们非常感激他的善举。于是在张冕离世后，胡歌开始以他的名义参与公益活动，甚至捐资建立了一所希望小学，将学校以张冕的名字命名，希望能够为更多的孩子带去希望。他想通过这个举动，让更多的人记住张冕，让他的名字在世间继续闪耀。正是在张冕的影响下，胡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公益信念。不久前，胡歌宣布，如果未来5年不再拍戏，他希望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中去。尽管这个决定引发了一些困惑和非议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这是他内心情感的一种宣泄，也是他对公益事业的执着。他的决定是出于情义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去创造更多的价值。有人认为，如果当年张冕还活着，或许胡歌和黄熙宁永远不会有机会相遇，更不会有机会组建家庭并育有子女。
这种巧合和命运的交织，让胡歌的情绪变得愈发低落，甚至有些忧郁。这几年来，胡歌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沉静。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，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任务和责任。他还坦言自己曾经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抑郁症，感觉毫无用处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幸运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，胡歌最终走出了抑郁的阴影。胡歌生在上海的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家境优渥，在少儿节目中登台，但放弃了学编导的机会，在上海戏剧学院就读。他因《仙剑奇侠传一》中的角色而广受欢迎，随后的《天外飞仙》更是让他成为当红小生。但是命运却突然转折，2006年在拍摄《射雕英雄传》时遭遇车祸，导致面部受损，助理也不幸丧生。胡歌因此自责不已，但在亲友的陪伴下慢慢走出困境，积极接受治疗，继续拍戏。自胡歌成为备受尊敬的实力派演员以后，他却多次在深夜发文，引发了人们的关注。回顾2010年某个深夜，他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倾诉着自己内心的痛苦，提到如果自己突然结婚，是否会使母亲放过他。这篇文中充满着伤感。随后他与当时的女友薛佳凝不久后分手，于是网友们开始猜测两人分手是否与胡歌母亲的期望有关。这种猜测并非无的放矢，胡歌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一直期望他能够找一个有书卷气的女生作为伴侣，对娱乐圈的女艺人并不太满意。之后在2017年，胡歌再次引发轰动，称如果有机会，他希望去留学深造。当时他的2部影片《伪装者》大获成功，正值事业巅峰，因此这一表态令人惊讶。可是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这只是他的口头发泄，未料之后居然真的去留学，这一消息也引起了轩然大波。今年胡歌迎来了婚姻和生子的喜事，开始频繁亮相并参与各种活动。就在大家猜测他是为了孩子的奶粉钱才出来工作时，8月23日，他再次在深夜发文，询问自己未来5年不拍戏会怎样。有人认为他要退出演艺圈，有人不能接受，也有人以开放的心态祝愿他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这场退圈风波尚未平息，28日凌晨，胡歌再次在深夜发文，因此一些网友已经对他的深夜文产生了免疫，因为他半夜时分总是沉浸在感慨之中。一些圈内人甚至爆料，胡歌试图将自己打造成老干部式的人设，却因为与助理未婚先孕，结婚后口碑下滑，才发文试图引起同情，但结果却弄巧成拙，反被怀疑他要退圈。这一事件使人们回想起胡歌曾因留学问题引起的风波，当时业内人士称他只是口头表达，但却被迫留学。可是仅过了短短3个月，他就匆匆结束了这段留学。现在胡歌发文是为了缅怀已故的好友张冕，虽然很多网友并不认同这个解释，甚至开始怀疑这些年来胡歌的精神状态是否出现问题。胡歌的好友袁弘透露，胡歌的母亲去世后，他一直处于迷茫中。今年胡歌结婚并迎来女儿，这位新生命实际上治愈了他许多伤痛，所以人们不必过于担心他的情况。在过去几年中，胡歌的口碑的确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最近的一张素颜照更是引发了诸多讨论。相较于以前，他的容颜显得更加苍老，这也引发了一些网友对于他是否过于大男子主义的批评。一个曾经饱受好评的演员，从其早年的光辉时刻到如今的风波纷扰，口碑却在急转直下，好感度消耗殆尽。曾以作品积攒的美誉，如今似乎已成泡影，胡歌似乎置身于两难的境地之中。曾经，胡歌是演艺圈中备受期待和赞誉的实力演员，从留学事件到如今的退圈事件，他的形象似乎逐渐遭受磨损，好评不再。粉丝们对他的不满渐渐积累，批评他缺乏事业心，整日陷入毫无实质意义的矫情之中。他的粉丝们感到失望，觉得他对于事业的追求不够坚定，总是沉浸于一些不切实际的思考之中。这种飘忽不定的态度让粉丝们感到困扰，他们期望他能够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作品创作中，而非沉迷于琐碎的自我感慨。广大网友也对他的表现产生质疑，觉得他爱装过于矫情，尤其是在已经跨入40多岁的年纪，过于折腾显得有些不合时宜。他的行为被解读为一种过分追求与众不同的表现，让人感觉有些不舒服。毕竟年岁已长，应该更理智地审视自己的言行，而不是过分迎合一种情绪化的表达。胡歌曾经的童年滤镜已然破碎，他不再是那个少年少女心的形象，
而是一个面临着职业和个人选择的成熟男性。可他却难以交出一部让大众满意的作品，这使得他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。退一步说，这种风波和争议对于任何一个公众人物来说都是难免的，但是对于胡歌来说，这种危机似乎尤为严重。他的好感度的急速下降，不仅意味着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受损，更可能导致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滑坡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舆论的力量不容小觑，一旦声音集中，一个人的名声可能就此改变。或许胡歌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和态度，找回曾经的那份积极与努力，在风波中保持冷静，用作品回应质疑，或许才能挽回他的形象以及他的事业前途。